退休交接那天，方正山最后一次检查银行周围。6年来的习惯让他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熟悉的门廊。老丁不在，地上却留着一个破旧的塑料袋。方正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蹲下身打开了袋子。这一眼让他的世界瞬间坍塌。这怎么可能？死死盯着塑料袋里面，方正山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里面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，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自己。当方正山翻开纸条时，眼睛死死盯着那行熟悉的字迹，嘴唇不停地颤抖着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正山，跟我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春天的夜晚总是带着些许寒意。方正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，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建设银行的大门。这是他调到这个岗位的第1个夜班。52岁的年纪，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，却还要为了生计在深夜里守着这冷清的银行。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白光，照亮了银行门前的台阶。方正山正准备按例行公事检查一遍周围环境，突然发现门廊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黑影。谁在那里？方正山握紧了手中的橡胶警棍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手电筒照过去的那一刻，他看清了那个人的模样，一个瘦削的老人，大概60多岁，头发花白凌乱，脸上满是风霜的痕迹，破旧的衣服散发着一股酸臭味，身边放着一个同样破烂的帆布背包。老人被突如其来的光线惊醒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没有惊慌，反倒有种说不出的平静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吐字清晰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客气。方正山愣了一下，这么多年来，他见过各种各样的流浪汉，大多数都是要么满口胡话，要么就是一脸的麻木不仁。像眼前这个老人这样，即使在如此狼狈的境地下，仍能保持基本礼貌的，实在少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方正山没有按照规定立即驱赶他，而是问了一句：老丁。老人简单的回答，同时慢慢站起身，准备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在这里多久了？刚到不久，我马上就走。老丁的动作很轻，生怕弄出什么声响惊扰到别人。方正山看着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莫名其妙地软了一下。外面这么冷，你有地方去吗？老丁停下了收拾东西的动作，抬头看了看方正山。谢谢师傅关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方正山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。按照银行的规定，任何闲杂人员都不能在银行周围逗留，更别说是过夜了。可看着眼前这个老人，他又实在下不了狠心。算了，你在这里别乱动，天亮了自己走。方正山最终还是妥协了，转身走向银行的另一边，继续巡逻。老丁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这个保安会放过自己。谢谢师傅，他轻声说道，然后重新蜷缩回了角落里。整个夜晚，方正山都能感觉到老丁就安静地待在那个角落里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偶尔巡逻路过时，能看到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老丁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除了地上那一小片被压平的痕迹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方正山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插曲，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老丁又出现了，还是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安静，同样的礼貌。又是你。方正山并不意外，甚至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期待。师傅，
我可以在这里待一晚上吗？我保证不给银行添麻烦。老丁的语气依旧客气，但眼神中多了一丝期盼。方正山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街道。行，但是你不能乱动，更不能进银行里面，明白？谢谢师傅。就这样，老丁成了银行门口的常客。每天晚上8点左右，他会准时出现在那个角落里。早上6点之前又会准时离开，从不给方正山添任何麻烦，甚至连垃圾都会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第3天晚上，方正山主动跟老丁聊了起来。老丁，你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过夜？这里安全，而且师傅您人好。老丁的回答很简单，你有家人吗？老丁沉默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都过去了。方正山没有继续追问。每个流浪汉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些故事太沉重，不适合在深夜里讲述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老丁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夜晚的节奏。方正山发现，有了老丁的陪伴，那些原本漫长难熬的夜班变得不那么孤独了。其他同事开始注意到这个情况。老方，你怎么让那个流浪汉在银行门口过夜？同事老王有些不理解，他又没妨碍什么，而且很老实。方正山为老丁辩护，可是这不符合规定啊，万一上面知道了怎么办？我会负责的。方正山的语气很坚决。老王摇了摇头，不再多说什么。他知道方正山的性格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2个星期后，更多的同事发现了老丁的存在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有的支持方正山，有的反对。老方，你这样做不合规定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副队长小张直言不讳地说：就是啊，这种流浪汉谁知道有没有精神病？万一半夜发疯怎么办？另一个同事附和道。面对同事们的劝告，方正山总是笑笑不说话。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让老丁留下来，也许是出于同情，也许是觉得老丁看起来不像坏人。1个月过去了，老丁在银行门口过夜已经成了习惯。方正山发现，老郑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流浪汉，他从不向路人乞讨，也不主动找人搭话，白天的时候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有晚上才会出现在银行门口。更让方正山意外的是，老丁似乎很有文化。有一次，方正山在值班时看报纸，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，随口问了一句：老丁，这个字怎么读？老丁抬头看了一眼，立刻回答：念善，赡养的赡。方正山有些惊讶：你还认识这个字？读过几年书？老丁的回答很简单，但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从那以后，方正山对老丁更加好奇了。一个有文化的人，为什么会沦落到街头流浪？他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春天过去了，夏天来了，老丁依然每天晚上准时出现，雷打不动。方正山也习惯了他的存在，有时候甚至会主动给他留一些剩饭剩菜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老丁每次都会推辞，都是要倒掉的，你不吃也是浪费。方正山总是这样说，老丁最终还是会接受，但他从来不会白拿。第2天早上，方正山总能发现银行门前被清扫得格外干净，连角落里的烟头都不见了。老丁，你不用这样，我给你饭菜又不是让你干活。方正山说，师傅对我这么好，我总得做点什么。老丁认真地说，夏天的夜晚很闷热，银行周围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徘徊。这些人有的是想偷银行里的钱，有的是想找机会撬取用户信息，还有的纯粹是想踩点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方正山发现，
每当有可疑人员在附近出现时，老丁总是会用眼神提醒他。那是一个炎热的7月夜晚，凌晨2点钟，方正山正在银行大厅里巡逻。突然，老丁轻声咳嗽了2下，这是他们之间约定的暗号，表示有情况。方正山立刻走到窗边往外看，果然发现有3个年轻人在银行对面鬼鬼祟祟地观察着银行的地形。小心点，那3个人不对劲。老丁压低声音说。方正山点点头，悄悄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。1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，将那3个正在踩点的小偷抓获。老丁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方正山很好奇，在街上待久了，什么人心里想什么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老丁淡淡地说。方正山点点头，心里对老丁又多了几分敬佩。能在街头流浪这么多年，还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这个老人确实不简单。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，有一次是想要撬 ATM 机的小偷，有一次是想要抢劫银行用户的歹徒，还有一次是想要在银行门口贩毒的瘾君子。每一次都是老丁先发现了问题，提醒方正山采取行动。渐渐的，连那些反对老丁在银行门口过夜的同事们也改变了看法。老方，你这个朋友还真不错，帮了我们不少忙。副队长小张主动说道。就是啊，有他在，我们晚上值班都安心多了。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。方正山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老丁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才这样做的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自己。秋天到了，天气开始转凉，方正山开始担心老丁的身体，毕竟年纪不小了，夜里睡在外面对身体不好。老丁，你有没有想过找个固定的地方住？方正山试探性地问。习惯了，老丁的回答依然简洁。我可以帮你联系救助站，那里有床铺，有热饭，比在这里强多了。不用了，师傅，我这样挺好的。老丁摇了摇头，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坚持。方正山不再勉强他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。有时候下班回家，他会忍不住想，这个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宁愿睡在街头，也不愿意接受帮助？有一天，方正山忍不住问老丁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救助站？那里条件比这里好多了。老丁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师傅，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好，但不一定适合我。为什么？我在救助站待过一段时间，那里的人太复杂了，有的人有精神病，半夜会发疯，有的人有暴力倾向，动不动就打架。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方正山这才明白老丁的担心。救助站虽然条件好，但人员复杂，对于老丁这样的老人来说，确实不太安全。那你白天都在哪里？方正山又问。四处走走，找点活干。老丁说得很轻松，但方正山能感觉到他生活的不容易。冬天来了，北方的冬夜格外寒冷。方正山担心老丁会被冻坏，偷偷给他准备了一床旧棉被。师傅，这……老丁看着棉被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天冷了，别冻着。方正山假装不在意地说。那一夜，方正山看到老丁抱着棉被坐在角落里，背影显得格外瘦小，月光洒在他身上，像是给他披了一层银色的纱。第二天早上，老丁特意等方正山下班后才离开。师傅，谢谢您的棉被。他认真地说。不用客气，我们都是朋友。方正山拍了拍老丁的肩膀。老丁听到朋友这个词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就这样，第1年过去了，春天又来了，老丁还在。
方正山已经完全习惯了他的存在，甚至觉得如果哪天老丁不来了，自己可能还会有些不习惯。银行的领导也知道了老丁的存在，但看在他确实帮助维护了银行周围的治安秩序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方正山那个流浪汉确实不错，但你要注意分寸，不能让他影响银行的形象。支行长这样叮嘱方正山。明白，领导。方正山保证道。第2年的夏天，银行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，小偷选择的正是银行斜对面的一家小商店，时间是凌晨3点。那天晚上，方正山正在银行里面巡逻，突然听到老丁在外面轻咳了几声，这是紧急情况的暗号。方正山立刻走到窗边，看到小商店里有手电筒的光亮在晃动，他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同时走出银行，准备上前查看情况。师傅，小心，那个人可能有武器。老丁低声提醒。方正山点点头，保持着安全距离观察情况。1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，当场抓获了正在作案的小偷。事后，方正山意外地发现，老丁早就发现了那个小偷的踪迹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半个小时前就看到他在周围转悠了，行为很可疑。老丁说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？我看师傅您已经注意到了，而且我也不确定他真的会动手。老丁平静地说。方正山这才意识到，老丁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区域。第3年、第4年、第5年，时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。老丁从来没有缺席过一个夜晚，风雨无阻。方正山也从出来时的中年，慢慢变成了即将退休的老人。在这5年里，方正山和老丁之间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，从最初的同情和被帮助，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真正的友谊。方正山开始关心老丁的生活，会给他买药，会在他生病的时候陪他去医院。老丁也开始对方正山敞开心扉，偶尔会讲一些自己过去的事情。师傅，你女儿多大了？有一次，老征主动问起方正山的家庭情况。28了，在医院当护士。方正山提起女儿，脸上露出了骄傲的表情。一定很孝顺。是啊，就是老催我找个老伴，说一个人太孤单。方正山苦笑了一下。师傅还年轻，找个伴也好。算了，习惯一个人了，而且还有你这个朋友陪着呢。老丁听到这话，眼神中又闪过那种复杂的情绪。5年来，方正山逐渐了解到老丁的一些习惯。他很有时间观念，作息规律的像上班族，晚上8点准时出现，早上6点准时离开，从不例外。他的手上有明显的伤疤，走路时右腿微跛，显然曾经受过不轻的伤。最奇怪的是，他总是背着那个帆布背包，从来不离身，就算睡觉时也抱在怀里。老丁，你那个包里装的什么？方正山有一次忍不住问。一些没用的旧东西。老丁摸了摸背包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能让我看看吗？老丁犹豫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师傅，有些东西还是不看的好。方正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尊重老丁的隐私。5年来，老丁帮助银行避免了大大小小10几起安全事件，有小偷踩点，有歹徒抢劫，有瘾君子闹事。每一次都是老丁先发现问题，提醒方正山处理。银行的同事们都对老丁刮目相看。老方，你这个朋友真是我们银行的守护神。是啊，有他在，我们晚上值班都踏实多了。连银行的领导
都对老丁有了好感。这个流浪汉确实不错，以后可以适当照顾一下。支行长私下对方正山说，同事们也不再劝方正山赶走老丁了，甚至有些新来的同事还会好奇地问，那个老头是谁啊？怎么天天在这里？别管他，那是方队长的朋友。老同事们都这样回答。朋友？方正山有时候也这样想，也许老丁真的算是他的朋友了。虽然两人很少交流，但这种默默的陪伴比任何言语都来得真实。04年春天，方正山收到了退休通知，60岁了，该退休了。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工作了6年的地方，他心里五味杂陈。更让他担心的是老丁。新来的保安队长是个年轻人，叫李明，刚从武警退伍，做事严格按章办事，肯定不会像自己这样容忍一个流浪汉在银行门口过夜。老丁，我要退休了。方正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丁。老丁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恭喜师傅，你以后怎么办？新来的队长是个年轻人，可能不会让你继续在这里。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老丁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但方正山能感觉到他眼神中的失落。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，我女儿也同意。方正山提议。不了，师傅，我不想给您添麻烦。老丁摇了摇头。什么添麻烦？我们是朋友啊，师傅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这样的人不适合住在普通人家里。方正山还想再劝，但老丁已经闭上了眼睛，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退休前的最后1个月，方正山试图跟老征多聊一些，他想了解这个陪伴了自己6年的老人，想知道他的过去，想帮助他安排好未来。老丁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告诉我你的过去？师傅，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老丁还是那样寡言少语。可是我想帮助你，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。老丁看着方正山，这6年来，您给了我一个安身的地方，给了我食物和温暖，还给了我做人的尊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方正山听到这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总觉得自己为老丁做的还不够，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。新保安队长李明提前1个星期到岗接受培训。他是个28岁的年轻人，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，退伍后考上了这个保安队长的职位。第1天上班，李明就注意到了老丁。方队长，那个流浪汉是怎么回事？李明指着角落里的老丁问。他叫老丁，在这里6年了，很老实，从不添麻烦。方正山为老丁解释。可是银行有规定，不能让闲杂人员在周围逗留。李明的语气很严肃。我知道，但是他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。这6年来，银行周围的治安都很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帮助。李明皱了皱眉头。方队长，我理解您的想法，但是规定就是规定，万一上级检查怎么办？方正山知道李明说的对，自己这些年确实是在违规操作，可是想到老丁马上就要失去这个栖身之地，他又于心不忍。小李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方队长，您别为难我，我也是按规定办事。李明的态度很坚决。方正山看了看老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继续违规，但又舍不得这个陪伴了自己6年的朋友。交接的最后几天，方正山特意安排了更多时间跟老丁在一起。他想在离开之前，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老人。老丁，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回家吗？方正山最后一次问道。师傅，我习惯了流浪的生活，不适合住在房子里。老丁的回答还是那样，
那你以后打算去哪里？总会有地方的。老丁看起来并不担心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方正山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写在纸上，递给老丁。老丁接过纸条，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怀里。谢谢师傅。退休交接的日子终于到了，方正山把工作交给了李明，详细介绍了银行周围的安全情况，特别强调了老丁这些年来的帮助。李队长，老郑真的是个好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希望你能照顾一下他。方正山最后请求道。方队长，我会考虑的。李明的回答很官方。交接仪式结束后，方正山最后一次检查银行周围。6年来的习惯让他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熟悉的门廊。老丁不在，方正山有些意外。按照往常的时间，老丁应该已经到了。也许是知道今天是自己最后一天值班，所以特意避开了。想到这里，方正山心里更加难受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发现地上有一个破旧的塑料袋，塑料袋就放在老丁平时睡觉的地方，看起来像是特意留给他的。方正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蹲下身打开了袋子。这一眼让他的世界瞬间坍塌。这怎么可能？死死盯着塑料袋里面，方正山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里面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，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自己，穿着一身工作服，笑容灿烂。那是30多年前在建筑工地上拍的，当时自己刚从农村进城打工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方正山的手开始颤抖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这张照片是在987年拍的。那时候他在市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。最让他震惊的是塑料袋最底层压着的一个小纸条。当方正山翻开纸条时，眼睛死死盯着那行熟悉的字迹，嘴唇不停地颤抖着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正山，谢谢你这6年的照顾，现在该我照顾你了。方正山瘫坐在地上，死死盯着那张照片和纸条，那个字迹。方正山的手在颤抖，这字迹他太熟悉了，但是不可能。志华他，方正山喃喃自语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987年，方正山在工地上遭遇意外。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，他正在3楼作业，突然脚手架发生了坍塌，钢管和木板从天而降，眼看就要砸中他。是工友丁志华拼死将他从倒塌的脚手架下救出，自己却因此被砸中了右腿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劳保，工地老板只是象征性的给了点医药费就完事了。丁志华因为伤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妻子也受不了这种生活，离他而去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方正山曾多次想帮助他，给他钱，给他介绍工作，甚至想让他到自己家里住。可丁志华性格倔强，为了不拖累兄弟，总是拒绝方正山的帮助。后来丁志华搬了家，也换了电话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方正山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，最终只能作罢。这么多年来，方正山一直觉得愧疚，如果不是为了救自己，丁志华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他经常想，如果能再见到丁志华，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丁志华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原来这6年来，老丁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自己。正在方正山泪流满面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正山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方正山转身，看到老丁缓缓走来，脸上是他6年来第一次见到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方正山才真正看清楚老丁的面容，去掉那些风霜和沧桑，
去掉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。眼前这个人不就是30多年前的丁志华吗？老丁，志华。方正山哽咽着站起身，是我。丁志华点了点头，眼中也有了泪光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方正山的声音在颤抖。我知道你在这里上班，也知道你过得不容易。丁志华慢慢说道，我想守护你，就像当年你守护我一样。可你为什么要装成流浪汉？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好意思去见你？丁志华苦笑了一下，再说，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方正山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兄弟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志华，我们是兄弟啊，什么添不添麻烦的？正是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才不能拖累你。丁志华拍了拍方正山的肩膀，这6年能守护着你，我很知足。什么守护？你以为这6年来银行周围为什么这么太平？丁志华笑了笑，那些想要打银行主意的人，我都提前发现了。方正山这才恍然大悟，这6年来，银行周围确实很少发生治安事件。他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做得好，原来是丁志华在暗中守护着这里。志华，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跟我来。丁志华说，我想让你看看我这些年真正在做什么。丁志华带着方正山来到距离银行3公里外的一个小公园，公园角落里有一个简陋的小屋，看起来像是管理员的工具房。这是我住的地方。丁志华推开门，小屋里面虽然简陋，但收拾得很整齐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小桌子，墙上挂着几件洗得干净的衣服，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小工具，还有一些修补好的物品。这6年，我白天在这里给人修理东西维持生活，晚上去银行门口守着你。丁志华平静地说，我知道那个岗位不容易，总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想打银行的主意，我在那里至少能帮你多双眼睛。方正山震撼地发现，小屋里有一个本子，详细记录着6年来在银行周围发现的各种可疑情况，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，从人物特征到出现时间，从行为举止到可疑程度，记录得一清二楚。志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方正山翻着本子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当年如果不是你在工地上照顾我，我早就死了。丁志华坐在床边，我记得你总是把好活留给我做，总是在工头面前替我说好话。后来出了事故，你又想方设法帮助我，我虽然拒绝了，但这份情我一辈子都记得。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我们是兄弟啊！正是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才不能拖累你。丁志华摇了摇头，你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这个样子怎么能给你添麻烦？什么添麻烦？你救过我的命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丁志华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这6年能守护着你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你退休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什么任务？守护好兄弟的最后一班岗。方正山听到这句话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抱着丁志华痛哭起来。2个已经不再年轻的男人，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抱头痛哭。30多年的分离，6年的默默守护，所有的委屈和感动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志华，你跟我回家。方正山哭够了，擦干眼泪说道，不了，我习惯了这里。丁志华摇了摇头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跟我回家。方正山的语气很坚决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正山，我们之间不说这些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回家。方正山拉着丁志华的手，我女儿小晴是护士，她可以照顾你的腿伤，我们一起生活。
就像以前在工地上一样。丁志华看着方正山坚决的眼神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跟你回家。”当天晚上，方正山把丁志华带回了自己家。小晴看到父亲带回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，先是有些惊讶，但听了父亲的解释后，立刻热情地招待起丁志华来。丁叔叔，您先洗个澡，我给您准备新衣服。小晴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叔叔。丁志华洗完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虽然还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，但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。爸，这就是您常说的公有情啊。小晴看着两个老人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方正山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这就是兄弟。”从那天开始，丁志华就住在了方正山家里，两个老人一起买菜做饭，一起看电视聊天，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。丁志华的腿伤在小晴的细心照料下也有了明显的好转，虽然不能完全恢复，但至少走路不再那么困难了。方正山这才知道丁志华这些年过得有多不容易。妻子离婚后，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打零工维持生活，因为腿伤的缘故，很多活他都干不了，只能靠修理一些小东西勉强度日。志华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？方正山心疼地问。我想过，但是一想到要给你添麻烦，就又退缩了。丁志华说，后来知道你在银行上班，我就想，至少我可以远远地守护着你，所以你就装成流浪汉，在银行门口过夜。是的，丁志华点点头。我想保护你，但又不想被你发现，这样最好。方正山握着丁志华的手，心里满是感动和愧疚。志华，我对不起你。说什么对不起？我们是兄弟。丁志华拍了拍方正山的手，而且这6年来，我过得很充实，能够守护着你，能够帮助你，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处。1年后的一个春天，方正山和丁志华一起来到那个熟悉的银行门口。新的保安队长李明看到他们，很客气地打了招呼：“方队长，您怎么有空过来看看？”方正山笑了笑，然后指着丁志华说：“这是我兄弟。”李明有些惊讶地看着丁志华，显然认出了这个曾经在银行门口过夜的流浪汉。原来是这样，李明恍然大悟，难怪方队长当年一直不让我赶他走。方正山和丁志华相视而笑，他们走到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坐下，就像当年那样，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默默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志华，你还记得当年在工地上的时候吗？方正山问。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？丁志华点了点头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，以为未来有无限可能，现在也不晚啊。我们还可以一起过很多年。是啊，还可以一起过很多年。两个老人坐在台阶上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心里都很平静。真正的兄弟情，不在于轰轰烈烈，而在于平凡岁月里的默默守护。就像丁志华这6年来所做的一样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是简简单单的陪伴和守护，这就足够了。夜幕降临，银行门口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但这一次不再有人需要在这里过夜，因为那个默默守护的人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。方正山和丁志华手牵着手，慢慢地走向回家的路，他们的背影在街灯下被拉得很长，就像当年在工地上下班时一样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，比如兄弟之间的情谊，比如那份默默无闻的守护。这就是方正山和丁志华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兄弟情的故事，
一个关于人间温情的故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